注意看，视频中身着蓝裙踉跄摔倒的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撒切尔夫人。这绝对是历史性的一摔。此时的撒切尔夫人已经意识到，在香港问题上，英国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让我们将时间拉回至1982年。1982年9月24日上午9时，撒切尔夫人准时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邓公商讨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一向蛇忙于剑，爱好争论且善于辩论。她自自来华信心满满，决心用她一如既往的强硬作风，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甚至不惜以武力威慑。但很快，这位铁娘子就心碎了。她在中国钢铁公司面前吃了瘪，落得下风。撒切尔夫人深深地意识到，在香港问题上，英国已无能为力。谈判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步履匆忙地走出了人民大会堂。忽然之间，她的右脚不慎在倒数第2级台阶滑了一下，摔倒在台阶下，铸就了摔倒的铁娘子这一经典一幕。尽管事后邓公指示将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但依然被华盛顿邮报捕捉到了噱头。他们以香港将成为铁娘子政治生涯的滑铁卢为题目，大肆宣扬，让英国的外交声望也跟着摔了一跤。就在3个月前，英国才刚结束一场举世瞩目的大规模海陆空联合战争——马岛战争。这场战争既证明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英国依然有很强的实力，也让撒切尔夫人的国内和国际声望达到了顶点，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强硬的铁娘子形象。而3个月后的香港问题谈判，撒切尔夫人罕见的在外交方面吃了瘪，也能从侧面看出撒切尔夫人的心理早已崩塌。今天就捋一捋撒切尔夫人的外交政策，看看铁娘子在外交上有多铁。大英当年有多强，不用多说，在18至19世纪，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插着大英的米字旗。24.4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统治着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强国。但2次世界大战把大英给打残了，各个殖民地纷纷要闹独立，彼时英国连自己国内的烂摊子都管不住，便只能放任这些殖民地独立。其中马岛跟诸多殖民地问题不太一样，这是一片鸟不拉屎的不毛之地。马岛全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由700多个小岛组成，这儿年平均温度5.6摄氏度，一年有2/3的时间都是雨雪天气。截至去年，人口也不过3700人。不过这儿的自然资源还算丰富，光石油就有约600亿桶的储量，天然气也能供应25年，还有70多万只羊。大航海时代开始，拉丁美洲要么姓西，要么姓葡，其中马岛的主权就归属西班牙。在1767年至1816年这几十年间，西班牙前后派了20任总督在马岛这里当差。直至19世纪初，拉美独立运动中，阿根廷人打得西班牙殖民者丢盔弃甲，不但实现了国家独立，还一鼓作气追到了马岛，把马岛也解放了。可没过几年，英国殖民者又卷土重来了，开着军舰把马岛上的阿根廷人又给赶走了，一待就是150年。中间阿根廷人也曾抗议过英国政府，但多次交涉都没什么结果。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政变上台。1979年，一名叫加尔铁里的少将军官通过政变成了军政府的统治者。如世界上大多数军政府独裁一样，加尔铁里政权对外是美国的铁杆孝子，自称是美国人养大的儿子，对内是屠夫民贼，上万名左翼人士被杀害。同样是这一年，撒切尔夫人也上台就任英国首相。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撒切尔夫人用强硬手段推行私有化改革，挽救英国经济。而加尔铁里则继续摆烂不管，导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高至600%，人人都对加尔铁里恨得牙痒痒。面对沸腾的民怨，加尔铁里想到了他自以为的妙计，对外打仗转移国内矛盾。加尔铁里美滋滋地琢磨着，马岛一直是阿根廷人的心头病，把马岛收复了，那岂不是成了民族英雄了？以后谁还敢说我坏话？此外，加尔铁里还有2个天真的想法：一是美国肯定会帮阿根廷，毕竟我都认里根当爹了；二是英国现在很弱，印度都不要了，能顾得上要马岛这块鸟不拉屎的地方。无关代英如土鸡瓦雀尔，无关撒切尔如插标卖首尔。你是铁娘子，我是加尔铁里，咱俩比比谁更铁。1982年4月2日凌晨，在茫茫夜色之中，乘军舰赶来的3000名全副武装的阿根廷海兵悄悄溜上了马岛的斯坦利港。在登陆之前，阿根廷海兵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激烈的登陆鏖战，结果英军根本没打算长时间抵抗，因为他们只有不到200人。当时英军一看这么多人围上来，象征性的抵抗后，就直接缴枪投降了。整场战斗仅有1名阿军死亡，1名英军负伤。事后，加尔铁里迫不及待地宣布，马岛成为阿根廷的第24个省，他也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民众的拥戴。之前街上常常有骂他的游行示威，如今街上全换成了夸他的示威游行。压力来到了代英这边。
一向强硬的撒切尔夫人狂怒不已，宣布立刻与阿根廷断交，并组建战时内阁。48小时内完成了战争动员，出动了118艘舰船、270架飞机，地面部队9000人，可谓声势浩大。同时，他向联合国递交了要求阿根廷撤军的草案。这份草案最终以10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的方式通过，并且顺带手的鼓吹阿根廷与苏联关系密切，挑唆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这一下加尔铁里慌了，他万万没想到英国真的会跑这么远来争夺这个人口稀少的岛屿。英国离马岛有多远呢？足足13000公里。相较之下，阿根廷距离马岛就近多了，仅600公里，大致相当于从青岛坐船到韩国登陆。为这么一块遥远的飞地大打出手，英国真的至于吗？答案是至于，理由和加尔铁里几乎一样，也有转移国内矛盾这一原因。上一期我们提到了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国内很多敌视情绪，这一点撒切尔夫人自然心知肚明。为了挽回民众的好感度，这一仗她必须打好。为此，她还在议会演讲时高呼：“支持我吧，支持我就支持英国。”但打赢这一仗并不容易。尽管阿根廷军队实力、武器装备都非常拉垮，但英军并没有做到碾压。毕竟英军也几十年都没打过仗了。果不其然，在开战后不久，曾经称霸世界的英国皇家海军就损失了自己最拿得出手的谢菲尔德驱逐舰，之后又有多艘护卫舰、驱逐舰、登陆舰被毁。阿根廷空军的超低空俯冲式轰炸给了英国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令英国海军难以招架。本该速战速决的一战，硬是拖了2个多月，直到6月14日，困守马岛的阿根廷军弹尽粮绝，被迫投降。在70多天的战争中，英国阵亡255人，777人受伤，舰船16艘，飞机34架损毁，耗资12亿美元以上。阿根廷损失更惨一些，阵亡649人，受伤1300人，舰船11艘损毁，连花销带损失得30多亿美元。对于英国而言，马岛战争胜利的政治意义要远大于军事意义。不争馒头争口气，撒切尔夫人让英国国民做了一回维多利亚时代的梦，她也得以在1983年的大选中成功连任。马岛战争的背后还有一个大国的身影——美国。作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加尔铁里敢叫板英国，正是因为觉得美国肯定会帮衬他一把。结果美国看都不想看加尔铁里一眼，转头就为英国提供军火、武器、情报等。深度剖析一下撒切尔夫人时期的美英关系，就会搞懂撒切尔夫人外交政策的思路：务实。同为无常国家，英美语言互通，这一点上就比其他国家亲近不少。1战、2战中，英美也始终属于同一阵营，因此在冷战时期，美英一直保持着特殊关系。尤其在撒切尔夫人上任后，英美的关系好得跟一家人似的。当时，撒切尔夫人将恢复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为重点，几乎美国说什么，英国就跟着做什么。在国际外交和军事行动上充分配合美国，甚至允许美国在英国安放巡航导弹。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英国几乎完全沦为美国的附庸。难怪英国经典喜剧《是首相》中会说，英国可能要到下个世纪才能迎来完全民主。撒切尔夫人如此做的原因大致有3：一、冷战时期，在英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一落千丈的情况下，英国一直恐惧着苏联会打过来，到那时英国将毫无抵抗之力，因此在英国看来，背靠美国好乘凉。2、撒切尔夫人更加坐稳了英国首相之位，这点在马岛战争中最为明显。英国在战争前期跟阿根廷打得难舍难分，很大原因是因为情报问题，预警雷达都得借智利的，这显然不够，这时美国的情报部门就派上了用场。3、在英美特殊关系之下，英国连带着能参与到各种大国事务中，尤其是对苏联态度中，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英国充当着美苏之间的调停人，国际地位得以提升，这对一个没落的帝国来说是非常欣慰的。铁娘子这个外号是苏联人起的，意思是为了抨击撒切尔夫人铁石心肠。对此，撒切尔夫人欣然笑纳。彼时，撒切尔夫人意气风发，自信满满，她认为自己苏联都能对付得过来，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但这位铁娘子这会儿真碰了钉子了。撒切尔夫人奉行的是一种实用外交，简单粗暴来说就是欺软怕硬。撒切尔夫人一贯的外交作风是用丰富的知识与出色的口才来驳倒对方，但她没想到这招对邓公来说毫无作用。1982年9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中，撒切尔夫人提出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斩拓香港戒指专条等清政府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咄咄逼人地称这些仍然有效。对此，邓公强硬地回复道：“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随后，邓公又缓缓地说：“中国人是穷了点，但打起仗来是不怕死的。”面对邓公的硬碰硬，撒切尔夫人渐渐处于下风。他知道香港问题不是马岛问题，中国也不是阿根廷，如果动用军事手段，英国指定没有好果子吃。铁娘子碰上了真正的钉子，她忧愁地对驻华大使说：“邓小平真残酷啊！”
撒切尔夫人奉行的是务实外交，而外交硬气是建立在国家实力足够强的基础上。当面对中国这样强大的对手时，她的强硬就显得更加乏力了。1997年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撒切尔夫人如约出席。在看到英国米兹旗缓缓下来时，撒切尔夫人心中不免一阵惆怅。她知道英国再难复苏100年前的荣耀，撒切尔夫人一生饱含争议，毁誉参半，英国民众对她更是爱恨交织。但她已经竭力做到最好，努力维护住了英国的大国尊严。只可惜她之后的首相一代不如一代，让英国朝着下坡路一路狂飙。曾经的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布全世界，被人们誉为日不落帝国。但到了1946年，英国的殖民体系已经被拆解得四分五裂了。到了今天，英国更是只能沦为美国的小跟班。在人类历史上几个最为著名的殖民帝国当中，英国毫无疑问是最威名赫赫的那一个。即便由他创建的殖民体系已经衰落，但英国的影响力仍然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那么，大英帝国究竟是如何衰落下去的呢？英国在逐渐掌握殖民地的过程当中，又做出过哪些令人不齿的勾当呢？作为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英国能够在人类的历史上成为主导全世界的霸主，它也一定有着自己特殊的条件和手段。只要是认真研究过殖民史的人都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前3个世界霸主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荷兰和英国，他们所追求的都是控制大量的国际贸易路线，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而为了给自己掌握的那些海上贸易路线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国家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直到飞机被发明出来之前，一个国家要想称霸世界，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因此，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第一步就是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击败。可是，英国人的战绩却最终给荷兰人做了嫁衣。在西班牙帝国衰落之后，还没有等到英国人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贸易体系，荷兰就捷足先登了。懊恼不已的英国人只能够选择继续发展，同时寻找机会来击败荷兰。不过，好在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悬殊。在经历过第一次英荷战争之后，英国人很快就从荷兰人的手中夺得了一部分海洋贸易路线的控制权。从此以后，英国的财富就呈现出了指数级上升的势头。但英国的统治者也深知，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为世界霸主，那么他们所掌握的这些财富都极有可能会激起他人的觊觎之心。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向荷兰人发出挑战。最终，在1780年爆发的第4次英荷战争中，英国终于将荷兰人给击败了。从此以后，荷兰人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光环，曾经由荷兰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也被拆解得七零八落。尽管人们对于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趋势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但谁也没有想到，英国人居然能够在世界霸主的位置上玩出许多新花样。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洲的弗吉尼亚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殖民据点。从这个时候开始，英国人就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殖民体系。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建立殖民地之后的英国就应该对当地人大肆搜刮，掠夺当地的原材料了。但英国人的做法却令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英国人在进入殖民地之后，并没有急着掠夺当地的资源，而是热衷于在当地培养自己的代理人。这样一来，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了。而且，只要这些殖民地官员按时向英国缴纳税款，那么他们无论在殖民地内部做出什么样的勾当，都是可以被允许的。对于这些问题，英国人根本不感兴趣。后来，在印度和非洲，英国人都无数次地复刻了这一套方法。由于这套方法异常的高效，甚至就连后来法国人去非洲搞殖民的时候，都跟英国人学了起来。而且法国人为了加强对于殖民地的控制，他们几乎将殖民地的一切管理权都牢牢抓在了手中。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殖民地的普通人可以进入当地的公务员队伍，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出路也就是给这些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干杂活了。在研究了荷兰和西班牙殖民体系的优点和劣势之后，英国人还做出了一个新举动，他们开始在殖民地印刷由英国人自己提供的纸币。至于这种纸币到底应该印多少，则完全由英国人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这些纸币来收割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如果他们愿意，英国人甚至还可以通过抬高粮食价格等方式，以方便在殖民地制造人为的饥荒。有这样的做法实在太过残忍，以至于今天的英国政府都不太愿意提起这段往事。虽然英国人很少直接参与殖民地的管理事务，但为了镇压全世界各地民众的反抗，他们还是成立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
这支部队时而前往印度镇压当地的起义，时而赶往非洲与那里的土著黑人展开战斗。只要哪里有英国的殖民地，镇压的枪声就会传到哪里。通过不断的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英国人逐渐坐稳了世界霸主的交椅，同时英国人也拥有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全球大市场，这使得英国几乎成为了人类殖民史上最富有的国家。由于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每一个小时都有殖民地处在日光之下，因此当时的人们将日不落帝国的绰号送给了英国，英国的统治阶层对此也非常受用。可是持续不断的殖民战争已经大量消耗了英国的人力和财力。正当英国忙于镇压非洲各地的起义时，一个在美洲大陆上的国家也正在迅速崛起。不久之后，这个曾经同样处于英国殖民体系之下的国家就将对英国的全球霸权发起一次全面的挑战。随着2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各国的经济都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势头，这使得英国不再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军事强国，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斗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很快，代表着旧殖民体系的英国和法国就与代表后起工业国家的德国发生了战争，但此时位于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也已经有了介入欧洲战事的能力。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美国人对于这场世界大战始终保持着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直到战争的局势逐渐明朗之后，他们才宣布下场，站在协约国那一边。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场胜利对于英国来说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惨胜。一大批年轻人死在了战场上，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建设工作根本没有人来执行。无奈之下，英国人只得将希望的目光看向了美洲。因为美国人虽然参加了世界大战，但也在战争中赚到了不少钱。相比于当时在战争后迅速没落的英法两国，美国的家底还是十分雄厚的。在与欧洲展开了贸易之后，美国人也的确帮助英国解了燃眉之急，但那些曾经归属于英国的海上贸易路线就被美国人给掌握了，而此时美国的造船能力也根本不是英国所能企及的。因此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全世界的民众都看了出来，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马上就会过去了，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美国人的天下。1939年，第2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人们很快就亲眼目睹了英法联军在德国人的猛攻下一败涂地。这一回，英国已经彻底失去了自主进行战争的能力。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根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后来，美国人也的确加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但这个时候，美国却提出了一个让英国人根本无法拒绝的要求：战争结束以后，全世界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世界货币体系。此时的英国人纵使心中有1万个不愿意，但他们在美国人的面前还是必须点头，因为英国政府的官员非常清楚，他们根本没有实力再去维持一套以英镑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了。最终，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的代表正式敲定了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新货币体系。当年英国人用来操纵世界的金融工具箱也被美国人拿走了。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对英国的补偿，美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援助资金。虽然英国人拿着这些援助资金重建了家园，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魄力和雄心。到了今天，英国的经济发展持续徘徊在低谷之中，甚至就连曾经的殖民地印度在 GDP 总量上也直接超过了英国。不过客观的来说，这个小岛国也终于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殖民主义的事业的确曾经给英国带来过无数的荣耀与利益，但它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苦难与悲痛却是谁也无法抚平。即便在100多年之后，英国也必须为他们曾经做过的坏事付出代价。未来的世界必将会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下去。然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沉浸在旧时代的美梦中，不愿意醒来。在他们的美梦当中，自己仍然是世界的主人。可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时代发展的浪潮也不会因为西方国家的一厢情愿而停滞不前。如果某些人再执迷不悟，等待着他们的就只有被淘汰的结局了。